一点点的啵一声，我买完1个礼拜之后，它的 WiFi 连线就突然连不上了。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Insta360的 Go 第3代的使用心得分享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黑五降价，还送 T 恤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哎呀，我都还没有跟大家分享我使用这台相机的感受呢。7月买到现在大约4个月左右的使用，我感受到了哪些优点，最后会讲到缺点的部分，让你可以快速的判断你到底适不适合买这样子的一个相机哦。首先第一个我要讲的是优点哦，第一个优点就是它的电池续航力真的大幅的增加了。它的主相机的体积呢稍微大那么一点点的情况下呢，电池续航力增加了大概50%左右哦。在使用第2代的经验来说，我可能用个15-20分钟就会没电，但是现在呢，我可以用到30几40分钟哦都没有问题，所以呢，我就不用一直担心说它会不会没电，一直想要把它放进充电仓里面。再来第二个呢，它的磁吸力变得非常的强劲，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这样，我不断的抖动它都不会掉下来哦。我也实测过，在我婚宴上呢，我里面穿的一件衬衫，然后领带的外面吸着的时候，整场下来我只掉过那一次，而那一次只是因为我手不小心挥到了，如果我手没有挥到的话，它整场都不会掉下来。由此可见，它的磁吸力真的非常强，吸下去的时候就会啵一声，非常的牢固哦。第3个就是它增加了监看萤幕，它不只是让你看你构图有没有准确歪斜而已哦，它还提供了触控的功能，而且它还可以翻转过来让你变成 Vlog 自拍模式，非常方便。而且我实测过，在大太阳底下呢，萤幕依然非常的清楚哦。好，我现在人在 LA Downtown 这边，在我身后的是 Angels Fly。各位可以看到 Insta360 Go 3的这个萤幕还是非常的清楚哦。现在我的手机挡住我了嘛，所以我就可以做一些调整。我现在戴着太阳眼镜，这个萤幕还是看得非常的清楚。现在萤幕还没有调到最亮，还可以再更亮。但是呢，我开到中间左右非常清楚。第4个优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它不会过热了。在大太阳底下，你开最高的画质，你用最高的帧数拍摄，它都不会出现过热的情况。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哦。以往呢，使用第2代的时候，它会因为过热、热当，或是因为烫的让你受不了，你就不想要继续让它在你的身上。这一代大改善了过热情况哦，让你可以录得更久。第5个优点就是它的收音变得更好了。以往在第2代的时候，我吸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我就常常只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很清楚，可是我旁边的人讲什么话都听不太清楚。但是现在它增加了第2个麦克风之后呢，除了我自己讲话的声音很清楚之外呢，我的太太啊或者我朋友在旁边讲话的声音也都变得非常清楚。这是双子星，是吧？接下来要讲到的是已经改进的部分。这个改进的部分呢，就是我觉得它本来就应该要改进的，所以我不会把它说它是优点或者缺点的部分哦。首先第一个，它的连接线终于可以使用 Type C to C 的线了哦。第2代的时候，它的接口就已经是 Type C， 可是却要使用 Type C to A 的线才能够充电和传输资料。但是现在呢，它第3代终于改进了这个部分，第3代可以使用 C to C 的线，也可以使用 C to A 的线做充电或传输，这个早就该改了，好不好？第2点，我觉得是它的画质有比较好一点，而这个画质好一点呢，其实真的只有提升那么一点点而已。那重点在于它的电池续航力增加，以及它不会过热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大胆提升你的画素以及帧数哦。第2代的时候，我怕没电，我怕过热，所以我只敢拍 1080p 30帧，但是我现在呢，就可以很大胆的开到1440p 50帧哦。帧数增加的情况下，就可以帮助画面更加流畅，看起来就会比较舒服。再来第3个改进就是它的 WiFi 连线，手机以及相机的 WiFi 连线，我觉得更加的稳定了哦。那当然除了就是我自己有一个个案，就是我买完
1个礼拜之后，它的 WiFi 连线就突然连不上了，让我在纽约的街头呢不知所措啊。它的相机连接到拓展舱的部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没有办法查看相簿里的影片到底长什么样子哦。回来之后呢，我就赶快跟维修中心联络，信件来来往往之下呢，他就讲说寄回去给他们，让他们判断是什么问题。最后他帮我换了一个新的相机本体。那拓展舱还是旧的，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我拓展舱看起来有点旧旧，但是我相机本体是新的。虽然出现这个有点掉漆的情况买1个礼拜就坏掉，但是至少他们愿意免费换给我一个新的相机本体，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做得不错，而且它的邮寄速度还蛮快的。再来第4个，我觉得已改进的部分就是它的项链的材质靠近皮肤的那一块，做成了一个亲肤的材质哦。那我觉得在整体的佩戴上面就会更加的舒适，流汗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戴的比较久一点哦。接下来讲到不习惯的部分，这个不习惯的部分也跟优点缺点无关，就是我个人的感受啦哦。首先第一个是它的充电仓改变了，就是下面没有自带脚架哦。以前第2代有自带脚架的时候，我就直接把脚架打开立在桌上，就开始记录我吃饭的样子哦。现在就变成我还要从包里面拿出那一个磁吸脚架来再接上去，我觉得变得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方便。那当然我可以理解它做成这个样子是因为呢，拓展舱底下的磁吸规格和相机主体的那个磁吸规格它会做的差不多类似的情况，所以呢让一些配件啊，不管是吸在拓展舱上还是吸在主相机上呢，都可以适配。我希望可以直接在下面做个小脚架就会更方便了。第2个不太习惯的部分是以前第2代它开始录影的时候，它会有个的那个震动啊，那个震动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安心，让我可以很确定这个相机开始录影了。但是现在呢，变成它没有这个震动功能，我就按了一下之后，我还要确认一下，看它的灯号有没有开始亮啊。我就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不方便。如果可以把那个震动功能再加回去的话，我就会非常非常的安心。接下来啊，不免要说到一些缺点的部分。第一个，它的安全锁的功能真的有一点不方便，必须要左手按着之后，右手才能拔出来哦，因为它是一个弹簧机构的设计。那我个人使用习惯会希望它做成上锁跟不上锁这2段开关。例如说，我是放在包包里面呢，那我就不需要那么严格的把它上锁起来嘛。我当然可以理解这个上锁的开关做成这样的话，可以确保这个相机一定不会掉出来。我也可以理解它做成这样子的结构，是因为要适配其他的支架或者其他的配件，弹簧式的按钮一按就可以解除之类的。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做2段式开关的话，对我来说会比较方便啊。第2个缺点是它开始录影按下去之后的反应实在是有那么一点慢。我使用手机 GoPro 或者是 DJI Osmo Pocket 开机的情况下，一按录影，它就马上开始录影了，非常的直觉。可是呢，这款相机它因为有一些无线连接以及它本身操作上的设定的关系，你不管是相机本体或者是在拓展舱上，你已经开机的情况下，按下开始录影，它还是会隔个几秒钟才开始录影了，我觉得非常不直觉。当然，你可以打开一个功能，就是预先录影的功能，它可以在你按下录影之后呢，把前15秒的内容也加进来，但是呢，这个就没有那么直觉嘛。我希望至少在我使用相机本体的情况下，我已经开机了，按下去它可以马上开始录影，而不会有任何的秒差哦。再来第3个缺点，真的是一大痛点，就是它的传输速度不够快哦。你都已经出到128GB 了，然后你的传输速度还停留在可能 USB 2.0 吧，非常的慢啊！好险，我当时买的是 64GB 的素材，录满之后传到电脑啊，大概要40-50分钟，非常非常的久啊！如果你是用手机传输的话，更慢了。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需要改善。你都可以使用 Type C to C 的线了，但是你的传输速度还是那么慢，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想办法去突破。它的传输速度限制在于相机主体跟拓展仓只用那6个触点，这个当然没有办法加强它的什么传输速度，但我认为如果不改善这个部分，我觉得出到了1TB 的也不会有人买，因为传输速度实在太慢了。以上呢就是我对于这台相机的一些看法。那我为各位总结一下，什么样的人适合买这样的相机。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真的非常喜欢解放双手录影的这种感觉哦，不需要再拿一个东西这样录影的这种体验呢，非常适合这一台相机。第二个就是你想要拍摄补充拍摄画面，补充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的画面，猫在走的视角啦，或者是小朋友在走的一些视角，这些呢用这台小台的相机都可以非常好的捕捉。第三个，录到最自然互动的画面，不管是你跟朋友的互动，你跟家人的互动，因为它非常小，没有什么存在感，拍摄起来大家就会很自然的跟你互动，不会有被拍摄的尴尬的感觉，所以使用这台相机就可以捕捉到最自然的画面。那如果你是想要把它作为一个主相机来去拍摄的话，我建议你真的不要真的不要。你使用手机 GoPro 他们自家的 One RS 啊，或者是 DJI 的 Osmo Action 啊 Osmo Pocket， 我觉得都会比这一台相机还来得更适合哦。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选购这台相机的很好的参考。这个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啊，希望对你们有一些帮助。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个赞，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见了，拜拜。